排气进口、国产、台产区别大了。哎，排气这个东西啊，说实在的，有科技含量的不多。排气这个东西之间的区别，主要靠什么来区别呢？以前啊，有人用非常非常糟糕的材质去做排气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排气的材质基本上也都能用到比较不错的不锈钢了。那材质上区别没差了，焊工看焊工，焊工怎么看呀？看焊点呗，看焊点做的好不好，看焊点齐不齐，鱼鳞焊是不是一个鳞压着一个鳞子。但是你说现如今这俩东西的突破有多难吗？你可能说像天蝎那样的焊工，带机器带机械臂那种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压着一个的焊啊，那个焊工可能人手工是很难做到的。可是你要是说把一套排气焊到好，严丝合线，不锈不漏，没毛病，这是很容易的，并不难。尤其在我们中国，其实对于排气这个东西呢，也没有一个说要求，说要求你这排气的声音啊必须得多大或者多小。所以说，排气这个东西的市场就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。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台湾产也好，国产也好，进口也好，怎么选择，怎么选，我自己都用不起好排气，我只是因为买不起啊，我都用非常次、非常便宜的，因为我觉得这里边没什么技术含量。对声音如果有要求的话，买点好的，对吧？有钱的话，对吧？声响亮，把我自己都问住了。因为啊，你刚才说那台湾产的呀，它也不是台湾产；你刚才说那进口的呢，它可能也不是进口。进口排气这买卖呀不好做，原因是什么？你想象一下，排气这能有多大？排气老长一根大管子，占地儿占得多，而且这东西怕挤怕压的，这么大一东西，从国外运回来，成本挺高的。只能说是有的品牌它大批量做，从国外往回做，比如说什么冠军呀、Bora 呀、天蝎呀等等这些牌子，那肯定比较稳啊。比如天蝎这东西是仿不出来的，你没法仿，那东西仿着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对吧？冷启动、金属异响，看看三元里面漏没漏，三元有可能掉东西了，有可能掉渣了，在你三元里面晃的。让你的师傅拆车，把排气拆出来，把头段也拆了，拆完了以后把那个头段里面的三元晃一晃，看看里面晃荡不晃荡。或者说你找两个人车震，知道吧？车震，你就上你车震，对吧？你接着你朋友呲一妞跟你车里面俩人在就是车来回晃，对吧？你跟下面听着，我应该在这里，我应该在这里。不让你听车里面，我让你听那车下面那排气啊，左右放的时候，那排气它响不响？对，绝大部分的排气都是国产的，这里面主要的问题在于哪儿呢？这里面主要的问题在于你在中国做的排气不差。好多人买这个排气吧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过于的认这个进口，这个其实没有必要，其实都差不多。只不过烂牌子吧，它就比较土。他对于声音的这个理解就比较土，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算是好听的声音，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算是悦耳的声音。某知名品牌排气非常知名，为了让排气的生产速度跟上这个汽车的更新的速度哈，好多排气都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说他们怎么做这个事儿啊，这我跟你们说一内幕啊，改装行业内幕。这个改装排气品牌，他们怎么得到的最新款车的数据？首先，你比如说718这车上市了以后，马上他们要做改装排气，但是还没有车，他们得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他们会卖一套图片，比如说718这车刚刚上市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排气该什么样，怎么办呢？你就先让这个底下改装店说咱们有这排气，你就先说有就得了。然后呢，底下突然之间有一718客户骑着车来了，我要改套排气。好，我说要改对吧？你让他把车开过来，咱给他便宜点改一套，把车就开过来了。开过来了以后呢，
这套排气改时间长，你得把车放这儿3天，3天啊，车放这儿3天，这3天排气的整个团队估计有2人吧，就来了。到这儿来了以后，拿扳子给排气拆了，给原厂排气拆了，研究啊，这弯的角度啊，怎么弯的，中销怎么做的，先研究这原厂排气。拿到原厂排气的数据了以后，把这个中销做小点，有可能管径做大点，等等，稍微改一改。扫描一套数据，拿到数据了以后，直接开始翻模。3天以后，这套排气就能出来，真不跟你开玩笑，很快的，直接模具就出来了。以后所有的都是这一套，那不就是山寨？哎呦，哪有那么高科技呀？这东西的市场啊，如果说跟手机似的，那稍微有点毛病，一用就用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三星卖手机，卖那么多手机，当炸个10来个就不行了啊！这事儿开了锅了。我的天，三星差点没倒闭。但是这东西你说要是个排气，还是个改装产品，它就没那么多事儿了。那东西啊，充其量说它是块铁，它能有什么特别多的科技含量吗？前一段时间呀，很多排气品牌做的比较聪明，在周边上面动脑子，做一手机里的 APP。当你装这套排气以后啊，把一 OBD 插口插在你的排气上，插在排气上以后呢，你手机里面带一 APP， 上车的时候把这 APP 打开。有的人说，那功能简单，不就是一个 APP 来切换阀门开关吗？这个其实没啥。但是呢，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他通过 OBD 的数据口读出来的数据呢，显示了一些你车上不显示的数据在你的手机上。比如说你的车不带机油温度显示的，有那些车不带机油压力啊，这个涡轮压力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它都可以在你手机上给你显示。也就是说你上车了以后非常的方便，你把这个 APP 一打开，你仅仅是改一套排气而已，但是你把手机往车上一挂，你又看到了很多数据啊。 Contag 也会那么做，对，就是大家都很聪明，会研究周边物理。但是研究周边的这些东西呢，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在排气这上面其实没有那么多文章可以做。一个阀门排气，对吧？搞得都很高科技。其实这东西往大里说，它能有什么高科技啊？那不就是一阀门吗？你拿着这阀门，你给你身边做这个管工、做钳工的看一下，你看看这阀门里有多少科技含量？天蝎的也不例外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套排气，你看它认不认真做。批量生产的东西吧，真的就看设计工艺，而非批量生产的东西，那就看手工工艺了。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特别复杂。总之，卖的那么贵的排气，它肯定是有卖的那么贵的道理。你一台车想换一套排气，什么品牌的都有，从比较便宜的森德RES 等等等等，你再到往上的 FI Exhaust、天蝎、Omnitrix， 包括价格中等的 Contag， 包括很多日本的品牌，这个品牌很多。就是这些排气的话，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，他给你多下心思做，对吧？他给你认真的去做，焊点给你处理的好，声音肯定是不一样。要是说到声浪的话，伊拉沃尔教学了，气沉丹田，先会吸。对吧？